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前几天给大家分享了视频，就是家里边一台路由器信号弱、上网慢。其实我们可以再加一台路由器，就是在家里边2台路由器就可以实现信号全覆盖，然后网速就更加的快。这台路由器我们也可以用新路由器，也可以用旧路由器，只要我们简单的设置一下，让它无线连接上主路由器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它们2个之间并不需要接网线。上一次我们桥接的时候用的是一个 TP 的路由器。有些网友他就说，我家里边用的是别的品牌的路由器，或者是 TP 更老的路由器，在它的设置界面里边没有找到无线桥接的那个界面。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用这款老路由器啊，这个是水星的，这个路由器比较时间长了，大概有8、9年了。其实这个路由器啊，每个品牌不同，它里边的设置菜单也是不同的，不过都是大同小异，只要我们仔细找一下，都能找到桥接的。我们先看一下这款路由器。这个就是旧路由器，然后我们给它先恢复一下出厂，恢复出厂，然后这路由器啊，每个路由器后面都是有一个按钮的，我们给它长按住不要动，等个大概几秒钟之后，这些灯会全亮，全亮之后我们就把它松开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恢复出厂成功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路由器后面啊，它都是有无线名称的，我这个无线名称它就是 ABC45A。这块纸没有了，是我自己写上去的。现在我们就拿出手机，打开设置，我们打开了这个 WiFi， 然后找一下这个路由器的 WiFi 名称，让它搜索一下信号。搜出来之后，我们看一下，就这个名称 ABC45A， 然后默认它是没有密码的，我们把它连接上。连接好之后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这个路由器它是有个 IP 地址的 192.168.1.1， 其实在这个旧路由器它的背面也是有一个管理 IP 地址的，我这个也是，这个纸没有了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它这个地址就是 192.168.1.1。 现在我们就需要用手机打开一个浏览器，手机自带的浏览器或者是自己下载的都是可以的。打开浏览器之后，我们在这输上刚才的那个管理页面的网址192.168.1.1，然后点搜索，这样就进到路由器的设置界面了。有一些朋友他问我，他就说我这个手机为什么进不去路由器的界面？我他说你肯定是没有连接上路由器 WiFi， 如果把 WiFi 连上去之后，输上网址，它肯定是能进来的。第一步，我们首先给路由器设置一个 IP 地址，不然的话时间长了它可能会IP 地址冲突。我们首先在这儿找到这个网络参数，点开之后下边有个 LAN 口设置，我们点开它。点开之后，在这边我们看一下，它默认地址是 192.168.1.1， 我们给它改一下，改成这地址啊，就是和主路由器它的 IP 地址让它在一个网段就行了。一般的这个 TP 的它的 IP 地址是 .0.1， 像水星的都是 .1.1。不过这个主路由器我已经改过了，我的是6号段的，我们改成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改成是给它改成一个号段，就是 .6、.2 就可以了。然后到这儿我们选择保存。现在路由器正在重启，重启完之后我们稍等一下，搜到这个路由器我们再给它连接上，连接好之后我们还是一样，再回到浏览器，这次输入的地址就不一样了，就会变成刚才我们输入的那个 192.168.6.2， 我们还是点搜索再进去。进去之后，这个路由器它是有账户密码的，默认的后边都写着了，我这是 ADMIN， 密码也是一样 ADMIN。 每一款路由器后面都有它的管理名称和密码。进来之后，我们在这儿选择无线设置，点开之后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儿有个开启 WDS， 把它打开之后，下边就有无线桥接的地方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儿就有无线桥接的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上面有个 SSID 号，我们把这个就是路由器的名称，我们把它这个名称改成和主路由器的名称一样。
我主路由器的名称是 WiFi， 是这个名称，我们给它改成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在这儿有个扫描，我们点一下扫描。好，出来之后我们找一下主路由器的 WiFi 名称，中间这一排溜它就是路由器的名称，我们找到就这个，它就是主路由器的 WiFi， 我们在后边写上连接。到这儿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儿有个加密类型，我们选择一个加密类型，一般就是选最下边这种。选好它之后，点完成。在这个输入密码这儿，我们输入主路由器的密码。输好之后，点完成。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保存。这儿有提示，即将桥接的 AP 的信道是6。我们要把这个信道名称也给它改一下。信道它是自动的，我们给它选择是6。选择好之后，我们点保存。保存之后，我们再给路由器这个副路由器设个 WiFi 密码。我们点这个无线安全设置，在这儿我们选择加密选项。输入上 WiFi 的密码要和主路由器的 WiFi 密码让它是一样的。点完成，然后这儿也是点保存。保存之后，然后这儿有个 DHCP 服务器，我们把它给打开啊，我这是打开的。正常的它是关闭的，我们把它点开就可以了，然后点一下保存。设置好以后，我们把路由器重启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儿有个重启路由器，重启之后它就会到这个运行状态界面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儿 WDS 状态已经成功，这就是桥接成功了。我们再看一下手机设置里面 WiFi 的设置，现在这个名称已经没有它这个名称了，直接都是两个名称是一样的，都是 WiFi 的。现在就可以实现两个路由器之间无线漫游了。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能不能正常上网。1872年，没问题的，可以正常上网。方法非常简单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，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可以评论、转发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像我们家里边这个网络，如果出现上网比较慢，或者是卡顿，或者是上网严重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掉线，就是连不上网络了。过个几秒钟之后，它自己就连接上了。这个网络啊是非常的不稳定。出现这种情况呢，如果家里边这个宽带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，就是我们家里边路由器的设置问题了。只要呢我们给这台路由器简单的设置一下，就能改变它的网速，然后啊也不会出现掉线断线的问题。它的设置方法也非常简单。我们首先呢把这个路由器给它翻开，看一下路由器的背面，它是有一个管理页面的。我的这款路由器它的背面网址是这个。路由器它的厂家不同，然后它那个管理页面的网址也是不一样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路由器后边这个管理页面。我们打开手机的浏览器，在浏览器输入网址的地方输入这个地址就可以了，然后呢就能进入这个路由器的设置界面。有些朋友问我，他说他的手机啊输入管理页面之后是进不到路由器的管理界面，怎么办？其实啊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下，还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就是设置路由器的方法。这种方法就非常简单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打开手机，然后打开手机上面这个应用商店，我们下载个 APP 就可以了。我这个是个 TP 的路由器，我们搜个 TP， 然后点击搜索。这儿有个 TP Link， 就是管理路由器的软件，我们把这个软件给下载上。安装好之后啊，我们用这个软件来管理我们的路由器，来设置路由器是非常方便的。路由器品牌不一样，然后它的管理软件也是不一样的。假如你的路由器呢是水星牌的路由器，就要下载这个水星路由，用它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是腾达的，就下载这款软件，腾达的管理软件。我们再看一下别的，这个就是小米的，就下载这款软件。我这个路由器呢，它是一个 TP 的，我们就用这个 TP 软件来管理。
路由器的管理方法实际上就这2种啊，一种就是在浏览器输入网址，它是一个网页版管理路由器。然后呢，我们下载个软件，就是通过软件来管理，就这2种方法。我感觉是这个软件管理是比较方便的。下载完之后啊，我们就把这个软件打开。到这儿以后，我们点一下同意，连上自己家的 WiFi， 然后它自己就可以搜到这个路由器了。到这儿之后呢，我们就点一下这个路由器，在这儿需要输入路由器的管理密码。大家如果是宽带的师傅给你安装的路由器的情况下，这个宽带密码一般的就是和自己的 WiFi 密码是一样的。登录上，登录上去之后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管理还是比较方便的啊。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连接我们家网络的设备，假如有不认识的、不知道的，可以把它给禁用掉，就让它就永远上不了我们的网了。出现蹭网也会影响我们家里边的网速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下边啊，下边有看到没有好几个功能啊，这有工具箱，然后还有路由器设置。我们先打开这个工具箱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工具啊，还是挺多的。在这呢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信号调节，我们点开它。出来之后啊，这是增强模式，像增强模式我们就不用管它了，我们返回。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个路由器设置。进来之后，我们看一下，先看一下这个上网设置，这里面我们需要调试一下给它。然后有个高级设置，我们点开，在这儿有个万口速率设置，我们把这个点开，它默认是自动协商，我们把它点开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儿有10兆和100兆的，我们当然要选择100兆的。然后它有半双工和全双工，它2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半双工啊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单通道，就是发射只能单向发射，然后接收呢在单向接收，它不能同时发射和接收。如果这个全双工就是可以同时发射和接收，我们选择这个全双工，这个网速是比较快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点击这个保存。这是设置的第一步，然后啊，我们还需要设置另外一个。我们在这儿点开这个无线设置，到这儿之后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儿也能看到我们 WiFi 的密码，然后这儿也有个高级设置，我们点开高级设置。在这儿我们看，这儿有一个频段带宽，这儿是20，我们把它点开，看一下这个上面还有个选项是40和20自动的，我们选择上面这个。选择好之后啊，我们先返回一下，然后呢，到这儿我们选择保存，一定要记住保存，保存成功。然后啊，我们就返回。经过这2步设置完之后，路由器它的上网速度也比较快，而且也非常的稳定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之后会给大家一一的回复。视频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欢迎大家评论、点赞、转发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家里边的一台路由器穿过2堵墙之后啊，就会变得信号比较弱。我们在上网或者看视频的时候，就会经常的出现卡顿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可以买一台路由器，如果家里边有旧路由器的话，也可以使用的，就不需要买新的了。我们可以用这台路由器来连接上我们家里边的这个主路由器。连接方法有2种，一种是有线连接，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无线连接在一起。有线连接啊，需要提前把线给布好，也比较麻烦。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用这个路由器无线连接上我们这台主路由器。无线连接的方法非常简单，首先第一步啊，我们先要给这个路由器给它先通上电。通上电源之后，假如家里边的路由器是旧路由器，我们就需要给它恢复一下出厂。路由器背面有个小孔，我们用个尖锐的东西给它按住，不要动。几秒钟之后，这个灯全亮了，它就是恢复出厂成功了。我这是个新路由器，就不需要给它恢复出厂了。我们这台新路由器后面写着有一个无线名称，它写着 TP-Link EEFE。现在我们打开手机来搜一下这个无线信号，打开 WiFi 连接。在这之后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就这个名称，它是默认没有密码的，我们把它连接上。连接上之后，直接就跳出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了。如果没有跳出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路由器背面，它有个管理网址的，就这个管理网址，用手机浏览器
自带的或者下载的浏览器都是可以的。输上这个网址，点确定，进去之后，它也会变成这样，进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。在这儿我们需要设置一个路由器的管理密码，这个管理密码它不是路由器的 WiFi 密码。我们如果设置好以后，下次如果忘掉了，我们把路由器再给它恢复一下出厂就没有了。设置完以后，到这儿我们选择跳过万口检测。上网方式我们选择一下，选择自动获取 IP 地址。好，我们到这儿再下一步，这儿是让输入 WiFi 密码的，我们不需要设置，我们点确定，不加密，然后我们点一下完成。现在还没有设置完，我们开始设置让他们桥接。我们打开手机的浏览器，随便个浏览器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在输入网址的地方，我们输入这个管理 IP 地址 tplogin.cn， 输完之后我们选搜索，这样就进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了。我们选择网页版，这就输入我们刚才设置的密码，管理密码123456788，点确定。进来以后，我们看一下下边有个应用管理，我们点开这个应用管理，然后这儿有个无线桥接，点击进入，开始设置。它现在正在扫描附近的 WiFi， 已经扫描出来2个，上面这个 WiFi， 这个 WiFi 就是我主路由器的 WiFi， 我们选择把它连上，前面圆圈这儿我们点一下，然后就需要输入我们家里边路由器的密码了。那个路由器它的密码是这个，我们给它输上。输完之后，我们选择下一步。现在是正在连接。到这儿以后，我们选择下一步。这儿显示无线名称，无线名称就是我们那个旧路由器它的无线名称，密码也是它的密码，我们不需要给它改动。我们点一下完成。现在正在保存数据。连接好以后，我们就回到 WiFi 的搜索 WiFi 的界面，我们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已经没有这个新路由器这个 WiFi 的名称了。如果没有它的名称，就证明已经桥接成功了。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家里边实现这2个路由器之间直接漫游了。路由器设置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在信号不好的房间就可以了，这样的话上网就比较快了。好了，视频今天就感谢大家观看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像我们家里边1台路由器，它这个功率不够，有可能它就不会覆盖到我们整个家庭的 WiFi， 像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有的一些地方就是 WiFi 信号比较弱，它上网也比较慢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再安装1台路由器，2台路由器的话，它就会信号全覆盖，然后上网的速度就更加快了。第2台路由器它的安装方法分为2种，一种是有线连接，就是需要用网线把它们2个连在一起；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无线连接。无线连接就是更加的简单，不需要连接网线，只要简单的给这台路由器设置一下，它就可以正常上网了。前几天我发布了2个路由器无线桥接的详细设置方法，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的话，可以关注我，在我的主页就可以找到。如果你的家庭每个房间它就是没有这种网线，像这种情况就用无线桥接是不错的。不过无线桥接有一点不好，它就是信号没有这么稳定。想要速度更快就是拉网线，把它们2个用网线连接，这样的话是网速更快，然后也更加的稳定。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
这台路由器我们用网线连接的一个设置方法。我们先把这个主路由器把它放一边，主路由器我们是不需要设置的，我们主要设置就是这台第2台路由器。路由器如果是新路由器的话，就不需要恢复出厂；如果是旧路由器的话，需要给它恢复一下出厂。每个路由器后边都是有个小孔的，我们给它按住不要放，等里边的灯全灭之后，然后它会全亮，就是恢复出厂成功了。按个几秒钟之后，我们把它松开。好，现在灯全亮了，这就是恢复出厂成功了。我们看一下路由器后面有个无线名称，就是这个 EEFE， 我们用手机连上它。先打开手机的设置，然后这儿有个 WiFi， 我们把 WiFi 打开。打开之后，我们先搜索到这个名称，就是最下边这个，默认它是没有密码的，我们给它连接上。连接好之后，有的一些情况它会自动进入路由器的管理页面，像我这个是没有进入管理页面的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路由器它的背面。我们看一下这背面是有个管理页面，管理页面它这儿有个网址是 tplojin.cn。我们现在就拿出手机，在手机的浏览器上面输入刚才的那个网址，手机自带的浏览器或者是下载的浏览器都是可以的。我们随便找个浏览器，打开之后，我们再输入网址，这儿输入就是刚才的那个网址 tplojin.cn。输入完之后，我们就点这个。好，现在就进到路由器的管理界面了。有的一些网友他就说，我的为什么进不去界面？我说他肯定是这个手机没有连接上 WiFi， 如果连接上它的 WiFi 的话，输上网址它肯定会进去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儿它让设置一个管理密码，这个管理密码它不是路由器的 WiFi 的密码，我们一定要和 WiFi 密码区分开。我们随便设置一个，如果设置之后自己忘掉了也是没有关系的，等我们再给它恢复一下出厂，它就会这个密码又没有了。我们先随便设置一个，设置好之后，我们点一下确定。到这儿之后啊，我们跳过万口检测，这儿也是一样，我们先不用管它，选择下一步。宽带账号为空，是否返回填写？我们不要填写。到这儿是让设置无线密码的，我们可以给这个路由器设置一个无线的密码。这个密码最好设置啊，就和主路由器的密码最好让它是一样，是最好的。好，设置好之后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儿有个无线名称，这个名称啊，我们可以改一下，不改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主路由器的名称是 WIFI， 我这可以也设置成 WIFI， 我给它设置成一个2，然后我那主路由器是前面这个是没有数字的，我给它加个数字，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区分这两个路由器的 WiFi 名称。然后到这儿点一下完成，点确定。好，现在路由器设置已完成。设置完之后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WiFi 它就断开了，我们再点一下刚才这个设置这个 WiFi， 给它连接上，还是输上刚才设置的密码。因为这个密码我们已经加上密码了，所以说要给它再连上一次。好，现在已经连上了，看一下我这一台是主路由器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设置的这台副路由器。然后我们还是一样，再进到它的管理页面，给它再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。在这还是输上刚才的网址 tplojin.cn， 还是搜索。好，进来之后我们还是选择这个网页版，在这儿输入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管理密码，点确定。然后我们找一下路由器设置，点开它，在这边我们找一下这个烂口设置，我们要把它设置一下 IP 地址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 IP 地址冲突了。它默认是自动的，我们给它改成手动，现在就可以修改了。
主路由器它是.1.1，我们这个给它设置成另外一个号段，我们给它设置成.2.1，这样它们不在一个网段，就不会出现 IP 地址冲突了。我们点保存，点确定。好，现在开始自动配置 IP 地址。IP 地址配置完之后，它就掉线了。然后我们返回，再找到 WiFi 设置这儿，我们看一下已经掉了。我们再连上这个路由器，连上之后，现在我们再回到设置界面，还是浏览器这个设置界面，我们点一下继续访问试一下，这是管理密码，然后点确定。我们看一下这儿有个 DHCP， 我们点一下这个服务器，点完之后我们看一下。它是默认打开的，我们把这个路由器给它关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只要给路由器再重启一下，就设置好了。点一下路由器重启，设置好以后我们把这2台路由器用网线给它连接起来。我们看一下，路由器都是分2部分的这个网口，然后一部分是 WAN 口，上面都有标注 WN， 然后另外几个都是 LAN 口，上面写着 LAN。这个路由器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连接方法就是连接它的 LAN 口，一个网线插在主路由器的 LAN 口上面，然后另外这头也插在这个副路由器这个 LAN 口上面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上网了。然后把这第2台路由器可以放到家里边信号不好的房间就行了。现在我们打开手机，连上这台路由器，试一下能不能上网。连接的现在就是这一台路由器，我们测试一下上网，一点问题没有，非常的流畅。好了，今天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转发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有没有发现个问题啊？就是我们家里边的路由器啊，有的时候呢就出现信号比较弱，上网啊就非常的卡顿，有的时候呢就是彻底上不去网。遇到这种情况呢，大家千万不要着急。我来教大家简单的设置一下就能解决这问题。如果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支持一下。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有2个解决方法。第一个是最简单的，就是我们可以给这个猫给它重启一下，就是把猫上面这个电源我们给它拔掉，过个2分钟之后，我们再给它通上电，让它重新启动一下。这样的话就可以缓解路由器它内部的缓存。这样的话，它就一般的就可以解决这问题。如果还解决不了这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给路由器简单的再设置一下。它里边其实是有个功能的，我们可以在手机上观看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，我这是一个中国移动的网关，它是猫和路由器是2合1的功能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面，这儿是有一个终端配置 IP 地址的。我们第一步就用手机先连上这个 WiFi， 连上去之后，我们在手机的浏览器上面输入这个 192.168.1.1， 输入它的终端管理 IP 地址。打开手机的 WiFi 设置，连好以后我们看后边有个感叹号，我们点开它，看一下它这个管理 IP 地址，看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，它就是 192.168.1.1， 和它背面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就打开手机的浏览器，手机这个浏览器呢，我们就用自带的或者自己下载的浏览器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在输入网址的地方输入刚才的那个网址192.168.1.1，输入完之后我们开始搜索，点进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这是有个账号和密码的，然后密码呢在这个每个路由器这个后面都是有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密码就是这个 ETQCCQ7C， 我们输上它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进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。输好之后我们就点确定。好，这都进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了。到这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每一款路由器它的设置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。我们到这儿点一下网络，点完之后这儿有个 2.4G 无线高级设置，我们点开它，然后呢我们给它划过来，这儿我们看一下这个设置界面有个频宽
这是个默认它是20的，我们给它选个高一点的，我们选择这个40这个网速比较快也比较稳定。然后呢还有一点这个发射功率，我这个是100%的，它已经开到最大了。看这个里边好几个，有100%、80%、60%。如果你的是默认80%的情况下，把它调成100%的。我这个是100%的，就可以不用管理它。如果还有一些别的路由器啊，像 TP 的或者是别的路由器，它这个发射功率，它的发射模式啊，里边分好几种，一种是超强模式，另外一种还有穿墙模式。如果想选择信号更强的话，就给它选成是穿墙模式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这个选择好以后，就点下确定，保存成功。这样设置好的路由器啊，它的信号就会更加强，然后这个网速呢也更加的稳定。每一款路由器呢设置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如果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欢迎大家评论、点赞、转发支持一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